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个学习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很好的练习，可以用来判断蘑菇是否有毒，能不能食用。大家知道，蘑菇长得形形色色、千奇百怪，判断一种蘑菇是不是能吃，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，没有一个简单的标准。事实上，甚至很多植物学家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。对于这样的问题，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模型如果能够给到足够的训练数据，是可以帮助人们做出更准确的判断的。首先呢，你可以去 Kaggle 这个网站下载一个蘑菇的数据集。这个数据集来自北美蘑菇实地指南中的对多种蘑菇的描述，其中包含了8000多种蘑菇的假设样本。这个文件是长这个样子的，每行是一个蘑菇样本的详细信息，包括蘑菇的颜色、气味、蘑菇帽的形状、质地，还有蘑菇的反面。这玩意儿叫啥？蘑菇鳃，蘑菇鳃的颜色，还有它的间距，还有蘑菇茎这个形状和颜色，还有蘑菇下面这个环的形状。当然，最重要的还包含这个蘑菇是否有毒。所有的信息在这个文件里都用一个字母表示。比方说，这个有毒的这一列，E 就是 edible 可以食用的，P 就是 poisonous 有毒的。这个蘑菇集的下载链接在视频的下方可以看到。下载这个文件以后，你可以写几行程序，大概了解一下这个蘑菇样本的基本情况。比如说，可以看到这8000多种蘑菇，大概有一半的有毒，有一半没有毒，可以食用。下面呢，我们来看看什么样的特征是跟蘑菇有毒这个属性相关的。我以前听人说，颜色鲜艳的蘑菇大多有毒，它就是在提醒别人别碰我。那么我们分析一下这组数据，画一个直方图看。好了，现在这个图画出来了，大家看这张图，X 轴代表蘑菇的帽子的颜色，Y 轴代表蘑菇的数量。每种颜色都有2个柱子，绿色的代表可以食用的蘑菇，红色的代表有毒的蘑菇。所以从图上看出来，棕色的、灰色的蘑菇，有毒的和没有毒的都差不多，没毒的稍微更多一点。红色的和黄色的蘑菇，看上去有毒的更多一些，但也不是绝对的，还是有一些红色或者黄色的蘑菇是没有毒的。我还听到一个说法，就是说蘑菇的气味是可以判断蘑菇是否有毒。有毒的蘑菇通常闻起来都会有不太好的味道。咱们写2行程序分析一下这个数据。好，这张图显示了蘑菇按照气味的分布，X 轴是代表蘑菇的气味，Y 轴代表蘑菇的数量。从图上看，没有气味的蘑菇确实大多数是安全的。在这个数据集里头，没有气味的蘑菇大概有3500多种，其中3400多种都是可以吃的，而有臭味、鱼腥味或者辛辣味的蘑菇往往有毒。咱们再来看看，能否根据蘑菇的形状判断蘑菇是否有毒？这个图画出来貌似关系不大。从图上看，这种凸帽和扁平形状是最常见的。这2种形状里，有毒和没毒的蘑菇都差不多。有节的蘑菇，有节是什么样子的？有节的蘑菇很多有毒，而中型的蘑菇大多是没毒的。还有蘑菇鳃的颜色，如果是浅黄色的，很有可能是有毒的。相比之下，蘑菇鳃的颜色如果是白色或者棕色，那无毒的可能性更大一些。好了，让我们来建一个机器学习的模型。通常呢，在建模型之前，我们会把数据分成2部分，一部分用来做学习和训练这个模型，另外一部分呢，先放在一边儿，等模型训练好了，再用它来测试模型的准确率。这个呢，叫做交叉验证。那我们现在先把数据分成2部分，拿80%的数据用来学习和训练模型，另外20%的数据用来验证它的准确率。对于新手上路的同学，可以从最简单的模型开始，比如说决策树 （decision tree），就是从训练的数据集里产生一棵树的结构，用来以后做决策判断。在蘑菇的这个例子里头，就是要决策判断蘑菇是否有毒。那这棵树是怎么生成的呢？大家可以想象，要生成这么一棵树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决定每一个节点应该放些什么样的测试条件。因为树的每一次分叉都希望把有毒和无毒的蘑菇尽可能的分开，
希望分开以后的数据，一支是完全有毒的，而另外一支是完全无毒的，就是希望它们的纯度，数据的纯度越高越好。这就需要了解一些概率的计算，以及像机理指数或者熵的计算，其实就是算数据纯度的一些指标。这些概念其实都很简单，一学就会。决策树生成以后呢，就可以用剩下的20%的测试数据来测试一下准确度。如果一棵决策树判断的准确率不够高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可以做一群决策树。俗话说，3个臭皮匠顶得诸葛亮。如果用一群决策树，就很有可能提高准确率。这就是所谓的随机森林的模型。我们看到，如果用随机森林模型在这组数据集上做测试，准确率可以达到100%。除了决策树之外呢，还可以用其他的机器学习的模型，比如说贝叶斯模型、support vector machine 支持向量机、logistic regression 逻辑回归，或者是神经网络模型。这些模型背后的原理都很容易理解。现在各种编程库 libraries 使用起来也非常方便。如果你想试一下这一组蘑菇数据的机器学习模型，有不少人在 Kaggle 上已经发布了他们的程序代码，亲测有效，可以运行。视频下方有一些程序链接，您可以试一下。机器学习的模型不光可以判断蘑菇是否有毒，还可以用来做很多有用的事情，比如说人脸识别、视频或者商品的推荐、疾病预测等等。如果您有兴趣，欢迎参加我们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课程。